从今日起，我便是顾家妇了。镇北将军府的嫡长女，自幼习武读书，骑马射箭不输男儿，被懿德太后亲封为长乐郡主，是整个盛京最耀眼的名门贵女。绿竹，什么时辰了？回郡主，已是亥时了。亥时，宾客散尽已有1个时辰，顾城远却迟迟未回。第一次见是在懿德太后的寿宴上，她执笛奏曲，风度翩翩。第二次是春日游园，她与我隔水相望。第三次是纳采问名之礼。我以为这便是良人。我是将门之女，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郡主，出事了！说，世子爷他去了西院，把那个唱曲的苏若雪接进了府中，说要立为贵妾。苏若雪，月前他在画坊遇见的卖唱女，他曾为她一掷千金，在圣租闹得沸沸扬扬。骆家曾为此事与顾家交涉，顾老夫人拍胸脯保证会处置妥当。我以为此事已了，本郡主要亲眼去看看。郡主这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耍什么花样。郡主，让开！昭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新郎不在洞房，却在偏院与别的女子饮酒。顾城远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。郡主恕罪，都是民女的错，与世子爷无关，与世子爷无关。你闭嘴！本郡主在与我夫君说话。顾城远，我骆昭莹不是什么善妒之人，你若真要纳妾，3媒6聘过了明路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你此举是将我骆家的脸面踩在地上。骆昭宁，你别太过分。若雪温柔体贴，比你这般咄咄逼人的样子强上100倍。我顾城远娶你是奉旨行事，可我的心给不了你。好，郡主您别往心里去，世子爷他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等明日老夫人醒了，自然会替您做主。做主？绿竹，我骆昭宁何时需要别人替我做主？绿竹，把我从将军府带来的那件衣服拿来，把侯府的婚服留在桌上，我的东西一件不留，全部装车。昭宁，使不得！这婚事是圣上亲赐，岂能儿戏？愿儿年轻不懂事，老身替你做主，明日就把那个卖唱的打发出去。你且先回新房去。老夫人，今日之事，您当真一无所知？您当然知道，苏若雪能拿着腰牌深夜进府，若无您亲口应询，谁敢擅自放行？您打得好算盘，以为只要让那苏若雪与顾城远生米煮成熟饭，我便只能咽下这口气，乖乖做您顾家的孙媳妇，忍气吞声的接纳她，对不对？骆昭宁，你放肆！你这是要毁了骆顾两家的体面，让朝野上下看我们的笑话。体面？老夫人，从您允准苏若雪今夜踏入安远侯府大门的那一刻起，顾家就已经弃我骆家的体面于不顾了。既然顾家不把体面当回事，我骆昭宁也不必费心替你们维持这虚己的脸面。退婚？你疯了！这是圣上亲赐的婚事，你说退就能退，你就不怕连累骆家满门？我骆家的女儿从不委曲求全，更不会为了一场荒唐的婚事苟延残喘。顾城远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那苏若雪你是留还是不留？若许我留定了。骆昭宁，你若执意要退婚，只管去做，后果自负。爹，女儿不孝，擅自退婚，让您蒙羞，让骆家颜面受损。傻孩子，我骆震天的女儿行事光明磊落，何错之有？谁敢说你丢人，便是与我骆家为敌。昭宁做得对，退婚退得好，这样寡言献齿、不重体面的夫家，不进也罢，免得往后受更多委屈，丢尽我骆家的骨气。今日我若忍了，往后在顾家便永无抬头之势。
洛家的脸面也会被我一点点丢尽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入宫面圣，将此事一五一十奏明陛下。臣洛震天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洛将军平身，将军一大早入宫求见，想必是有要事圣禀报。臣有罪，臣女洛昭宁昨夜于安远侯府擅自退婚，惊动圣听。然顾承元大婚之夜接卖唱女入府，弃心腹于不顾，视圣上赐婚为儿戏，臣女不堪启齿大辱，方才决意退婚。臣斗胆，请陛下明鉴。你说什么？安远侯府大婚之夜，竟敢将卖唱女接入府中，这等荒唐之事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来人，宣安远侯顾伯庸即刻入宫见朕。是。顾侯爷，洛将军所言可有此事？如实招来。陛下恕罪，犬子确实糊涂，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这等荒唐之事。臣愿严厉挟犬子登门向洛家赔罪，恳请洛将军与洛小姐收回退婚之意。这桩婚事还请陛下恩准。不必了，婚已退，我洛家的女儿，就算是终身不嫁，也绝不会再踏入顾家门半步。还请顾侯爷自重。顾承远新婚之夜，弃正妻于不顾，私纳卖唱女入府，行事荒唐，有违人伦，有悖礼法。安远侯顾伯庸教子无方，纵容子嗣胡作非为，罚俸1年。顾承远革出世子冠带，交由礼部从严议处。洛昭宁退婚之事，情有可原，朕不予追究。领旨谢恩。侯爷，今日之事过后，你我两家再无瓜葛，往后各走各路，互不相扰。昭宁啊，你虽退了婚，但终究不能一直待在闺中。你是长乐郡主，皇室和洛家都是你的依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有自己的事做。父亲说的对，女儿这几日也在思索如何去做。我洛家在边关经营数十年，你虽为女子，但才能不输男儿，你不妨先接触接触。父亲是要我去朔北？不急，边关之事繁重，需从长计议。你先在府中处理些事务，我让几位幕僚教你。若雪，委屈你了。若雪不委屈，只要能陪在世子爷身边，若雪什么都愿意。一个卖唱的下贱胚子，也配进侯府的门？表哥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姑娘息怒，那苏若雪不过是个狐媚玩意儿，世子爷新鲜劲儿过了就丢开了。姑娘是正经的表姑娘，有老夫人疼着，还怕没有机会？不能再等了。表哥被革了世子冠带，若再不抓紧，等皇帝彻底厌弃了顾家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那妾又如何？一个妾室，在侯府里什么都不是。恭喜苏姨娘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苏姨娘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毕竟我在这府里住了10几年，比苏姨娘知道的多些。婉清，你少说2句。表哥，我是好心啊。苏姨娘初来乍到，我帮她熟悉府中事务，有什么不对？表姑娘好意，若雪心领了。以后若有叨扰之处，还请表姑娘多多包涵。苏姨娘客气了。对了，明日老夫人要礼佛，府中庶务暂由我打理。苏姨娘若是缺了什么，只管来找我要。总有一天，这府里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老夫人，婉清听说城外的静安寺特别灵验，不如改日婉清陪您去上香，为您祈福。好，好，还是婉清有心。若雪也愿意陪老夫人去。苏姨娘还是歇着吧，老夫人出门礼佛要的是清静。你一个妾室跟着去，像什么样子？若雪，你且留在府中便是。是。若雪遵命。姨娘，表姑娘分明是故意的，处处针对您。我知道，她以为我是软柿子，好捏。我会用行动告诉她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若雪，若不是你，我这些日子真不知该怎么过。世子爷对若雪有知遇之恩，若雪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那个女人又去找世子了，好一个狐妹子，手段倒是高明。
他以为抓住表哥就万事大吉了？这侯府终究是老夫人在做主，给我暗中调查他的底细。苏若雪并非寻常卖唱女，她的父亲曾是个落魄秀才，因科举舞弊案被牵连，家道中落，母亲早没，她自小便随叔父卖唱为生。这些都不是关键吧？还有什么？关键是苏姨娘在被纳为妾室之前，曾与盛基绸缎庄老板有过婚约，老板为她赎了身，两人定了婚期，却在成婚前夕突然作罢。听说是苏姨娘自己悔的婚，老板为此大闹了一场，还扬言要让她好看。可有证据？有。奴婢找到了当年为两人做媒的媒婆，那媒婆还留着婚书，把婚书拿到手，找个机会让老夫人知道。我要等一个最好的时机，给苏若雪致命一击。秋菊，想办法弄到这几年的账本，这账目有问题，不少银钱去向不明。姨娘，这怎么弄？账本都在老夫人房里呢。老夫人房里平日都有谁进出？除了老夫人身边的人，就只有几位姨娘早晚去请安。顾姨娘去的最勤，每日卯时和戌时必到，每次大约一盏茶的功夫。对，顾婉清她过几日不是要带老夫人去礼佛吗？到那时候你懂的。奴婢明白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老夫人，婉清有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话直说。苏姨娘入府之前，曾与绸缎庄老板有过婚约，且是绸缎庄老板替她赎的身。苏姨娘却另攀高枝，绸缎庄老板至今耿耿于怀，在外头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不可能！若雪跟我说过，她从未许配他人。老夫人明鉴，那婚约确实有过，但若雪是被迫的。那老板仗势欺人，若雪不愿委身于他，才逃了出来。后来遇到世子爷，若雪是真心实意。被迫？人家替你赎了身，你转身进入侯府，这叫被迫？苏姨娘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够了！你们还嫌顾家的脸面丢得不够干净吗？爹，若雪解释过了，她是被迫的。你听听外头怎么说，说我安远侯的儿子抢了别人的女人。你们二人最近都别出门了。姨娘，他们太过分了，连炭火都敢克扣，这是要冻死我们吗？秋菊，账本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是去年的。奴婢发现账上有好几笔大额支出，写的用途是修缮祠堂，可我打听过了，去年祠堂根本没有修缮过。好一个顾婉清，中饱私囊，贪没侯府银钱，我倒要看看顾老夫人知道后还会不会夸你懂事。姨娘，这账本真的有用吗？表姑娘可是老夫人面前的红人，咱们被禁了足，人微言轻的，就算拿到这个，老夫人会信咱们？你觉得老夫人最在乎什么？侯府的脸面？老夫人最在乎的是顾家的银子。顾婉清动了这个，她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昭宁啊，朔北军报。朔北近来不太平，北方蛮族频频南下劫掠，边关百姓苦不堪言。镇守朔北的周都尉力不从心，几次上表请求增兵。父亲，需要增兵多少？至少5000。但朝中那些文官只知贪财敛税，不懂边防。增兵的折子递上去2个月了，户部还是没有消息。父亲，女儿想去朔北。朔北苦寒，不是女儿家待的地方。父亲说过，女儿是将门虎女，不该被关在内宅中。现在边关有难，女儿想去看看能做什么。好，但你此去不是游山玩水，蛮族凶残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求求各位大爷行行好，我爹不是故意冲撞的，是马惊了。老东西冲撞了我们尚书府的马车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，要么赔100两银子，要么送你去见官。大爷，我们妇女只是卖药的，哪来的100两银子？住手！大胆！这位是长乐郡主，还不跪下行礼？玉竹，取10两银子给这位老人家。多谢郡主，多谢郡主。不必多礼。你们妇女是做什么的？回郡主，民女叫小莲，我爹是郎中，我们四处行医卖药，刚到青州就遇到这样的事情。要不是郡主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告诉你们家大人，若再纵容家奴欺压百姓，本郡主定上折此弹劾。小人有罪，小人有罪，谢郡主开恩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老身见过郡主，郡主仗义出手，令人敬佩。老人家不必多礼，敢问老人家如何称呼？老身姓方，青州人士，在城外开了间学堂。郡主这是要往哪里去？往朔北去。朔北苦寒，郡主千金之躯，往那里去做什么？边关不宁，百姓受苦，我想去看看能做些什么。好，老身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不少贵人，像郡主这样有担当的还是头一个。老人家过奖了。郡主要去朔北，不妨到镇上找一位姓陆的老先生，他在朔北办学30载，对那边的情况最是了解。郡主若有什么想做的事，他可以帮忙。陆兄如护，长乐郡主骆昭宁乃可造之才。这位方老夫人恐怕不是寻常人。这就是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浴血奋战过的地方。骆家的根就在朔北。郡主，该进城了。这些蛮族是怎么回事？前几日又南下劫掠了，抢了好几个村子，杀了10几口人。周都尉派兵追出去，才抓了这几个。末将周远征见过郡主，郡主屈尊来此，不知有何贵干。周都尉不必多礼，我奉家父之命来朔北看看。都尉为国戍边多年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郡主请进。陆将军久宿边疆，若有难处，本郡主愿尽绵薄之力。让末将头疼的还不是兵少了，是兵老了。朝廷不给补充新兵，老兵年纪大了打不动。百姓生计如何？蛮族连年犯边，农耕商贸皆废，青壮进学无时，长大只能从军或落草为寇。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。周突尉，朔北可有学堂？早没了，原先还有几间私塾，蛮族打过来就烧了。这些年朔北的孩子没地方读书。周突尉可认识一位姓陆的老先生？陆老先生前几年学堂被烧了，他就搬到了城外村子里，听说还在教几个孩子识字，不过年纪大了。先生可是陆鸿渐陆老先生？晚辈骆昭宁奉方老夫人之命前来拜访。方姐姐她还好吗？方老夫人身体康健，精神徐硕。郡主此次来朔北是所谓何事？陆先生，我想在朔北建学堂，让这里的孩子都有书读。郡主此言当真？当真。若郡主真能在朔北办学，老朽这条命就卖给郡主了。一个女子不在家相夫教子，跑到边关来办学堂，简直荒唐。听说她连婚都退了，这样的女人谁敢要？也就是有个好爹，换个人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。这里是个荒废的院子，就交给你办学了。多谢。我一定要在朔北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，让朔北的孩子也能读上书。教书30年，眼看学堂一间间关门，老朽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朔北的孩子有书读了，没想到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子做到了。郡主，民妇的2个孩子都8岁了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听说郡主办学，民妇感激无尽，替孩子们给郡主磕头了。大嫂快起来，办学堂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，这是应该的。郡主是贵人，却不嫌弃我们这些穷苦人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石头、阿草。想不想读书？等学堂建好了，你们就来上学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比曾在闺中学女红、吟诗作史时获得的一切赞美都要真切。崇文，寓意崇尚文化。我希望这些孩子们都能走向光明的未来。先生，我们今天学什么呀？先生，我要学写字。孩子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有书读了。你们要记住，是谁给了你们这个机会？孩子们，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小女孩，
他5岁开始读书，7岁开始习武，10岁的时候已经能骑马射箭了。别人都说你是个女孩子，读这么多书干什么？练武有什么用？将来还不是要嫁人？可是小女孩没有听那些人的话，她继续读书，继续习武，因为她知道读书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是为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办法去面对，去解决。这个小女孩就是我。所以孩子们，不管你们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要读书。读书让你们有选择的权利，让你们的人生不再被别人安排。世子爷，听说长乐郡主在朔北办学了。郡主果然不是寻常女子，能在边关办学，真是了不起。老夫人，您不知道，那个苏姨娘趁您禁足她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她哄得表哥给她拿了侯府的钥匙，现在把西院当成了自己的地盘，连库房的东西都敢动。叫管家来，让他查库房的账。老夫人，库房确实少了几件值钱的摆设，但经手人不是苏姨娘，而是表姑娘的贴身丫鬟。顾婉清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夫人，这是栽赃。婉清对老夫人忠心耿耿，怎么会贪墨府中财物？一定是苏姨娘陷害婉清。老夫人明鉴，若雪禁足期间连西院的门都没出过，如何能陷害表姑娘？至于库房少了东西，若雪一概不知。各打50大板，顾婉清禁足1个月，苏若雪继续禁足，都退下。去，把顾承远给我叫来。是。都是你惹出来的祸，好好的世子妃被你气走了，弄进来一个卖唱女，现在府里鸡犬不宁，你对得起顾家的列祖列宗吗？老夫人房中的玉如意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这间房没搜查过，都给我搜！苏若雪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不是我偷的，谁放进去的，谁心里清楚。哼，你还嘴硬，人赃并获，你就是说破天去也没用。来人，绑起来关进柴房，等候老夫人发落。顾婉清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表哥，他偷了老夫人的玉如意，我只是秉公处理。不可能，若雪不会偷东西。表哥若是偏袒他，等老夫人回来，你亲自跟老夫人解释吧。翠儿，你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，若有一字虚言，家法伺候。老夫人，是表姑娘，是表姑娘让奴婢把玉如意藏在苏姨娘床底下的。翠儿，你疯了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奴婢不敢胡说，表姑娘贪没了库房好多银子，账本都在苏姨娘那儿收着。她说苏姨娘早晚要揭发她，让奴婢先下手为强，把玉如意藏在西院嫁祸苏姨娘。顾婉清，我顾家养了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的？贪没府中财物，栽赃陷害无辜，你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老夫人，婉清是一时糊涂。来人，糊涂，把顾婉清关进后院佛堂，没有我的许可，不许踏出一步。二小姐被关进去后，府里总算安静了。爹，咱们顾家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你觉得呢？从前门庭若市，如今连个登门的人都没有。我走在街上，背后全是耻笑。元儿，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错误的选择？爹，您是说昭宁？她在朔北办学，陛下亲口嘉奖。你呢？守着2个斗得你死我活的女人，把侯府闹得鸡犬不宁。可当初是当初，眼下才是关键。为父在朝中备受排挤，陛下已许久不召见，那些世家见风使舵，你的婚事更成了圣丁笑柄。你就没想过去找骆昭宁？为父老了，护不了你多久了。听说了吗？长乐郡主在朔北办学，连朝廷都嘉奖了，可不是吗？太后亲自金匾，圣上也下旨表彰，那位郡主是真有本事。顾家那位世子爷当初要是没犯浑，现在可是骏马爷了。可惜啊，可惜没那个命。一群蠢货！骆昭宁不过是个被退婚的女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不是顾家世子吗？怎么醉成这样了？长乐郡主越是能干，
越显得他呀没眼光哦。世子爷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骆昭莹在朔北风光无限，满圣京的人都在夸她，顺便踩我一脚。你说我怎么了？世子爷，若雪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，郡主在朔北办学，听起来风光，可谁知道内里是什么样子？她一介女流，在边关那种地方抛头露面，还办学堂，说不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是说？若雪只是觉得世子爷与其在这里生闷气，不如亲自去朔北看看。若郡主真的做了什么有辱门风的事，世子爷也好为朝廷分忧，不是？你说的对，我亲自去朔北，我倒要看看骆昭宁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世子爷，这一去朔北路远，咱们当真要在那儿常住？住就住，不亲眼看看那个女人如今什么下场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世子爷，您说那骆郡主办个学堂还能办出什么名堂来？女人家能有多少本事？她越风光，就越打我的脸。当初我当众被退婚，如今已经让满圣京的人看我笑话。我倒要去瞧瞧她那学堂是真是假。那就是朔北城，崇文学堂在何处？听说就在城东头，3间大瓦房，气派得很。哼，去，叫骆昭宁出来见我。是。顾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本世子来巡视边关，顺道看看你们郡主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。怎么，不欢迎？顾公子，您已经不是世子了。再说，这里是学堂，不是您撒野的地方。放肆！本世子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，你一个端茶倒水的奴婢敢这样跟我说话？郡主不敢，但郡主正在授课，不便见客。顾公子若有事，请改日再来。反了你了，滚一边去！骆昭宁先生，外面那个凶巴巴的人是谁呀？他为什么喊先生的名字？一个旧相识罢了，大家别怕，先自己念几遍今天教的诗，先生去就回。骆昭宁，顾成远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是学堂，不是酒肆茶楼，要撒疯请另寻别处。来做什么？骆昭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一介女流，未经朝廷允准擅自在边关办学，还招收这么多学生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还是说你骆昭宁觉得自己比王法还大？顾成远，你千里迢迢跑来撒野，连功课都没做好。崇文学堂已经得到朝廷认可，太后亲赐金匾，圣上下旨表彰。你若不信，抬头看看那屋里的匾额。你若还是不认，不妨回京去礼部查公文，查完了再回来跟我说。这是哪里来的瘟神，跑到学堂来骂先生？听说是郡主的那个退婚的。哟，退了婚还有脸来啊？就算朝廷认可了又怎样？你骆昭宁说破天也就是一个被退婚的女人，被退了婚的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。你倒好，抛头露面办什么学堂，还让一群孩子围着你转，这不是丢人现眼是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跑到朔北地界来骂我的先生！这位公子，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当众羞辱一位女子，不觉得脸上臊得慌？给我砸！把这学堂给我砸了！匾额摘下来，桌椅都给我劈了，出了事我担着。爷，这学堂里都是孩子，打坏了。住手！谁敢动学堂一砖一瓦，末将让他横着出这个门。骆昭宁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办学堂就了不起了？你以为有几个兵护着就高枕无忧了？你等着，我顾成远今天在这院里丢的脸，总有一天10-100倍的讨回来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你记住了。顾成远，你今日说了很多话，但有一句你说对了，你除了嗓门大了一点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给我等着！老板且慢，本公子问你，你们那位骆郡主办学堂的银子是哪儿来的？听说是郡主自己出的提子钱。再说骆将军府上不也有资助吗？就没有别的来路？你好好想想，比如像商户摊派或者仗势强收。这位公子，您这话我可听明白了，您是想给郡主抹黑是吧？我跟您明说，朔北的商户有一个算一个，人人都念郡主的好。您要打听这个，去别处也是白费口舌。碰了这么多钉子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半个不字，找不到他的把柄，那就……顾公子，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我有人证，只要知府大人升堂，我让他们当堂作证。好，那就升堂审理。郡主，顾成远居然诬告您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告我什么？说您聚敛钱财，欺压百姓，强占民田。有意思，我办学堂花的都是自己的银子，我的学生都是自愿来读书的。学堂的地是周都尉划拨的官地，他告我什么？郡主，您不去应述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
我倒要看看他能拿出什么人证。堂下何人？民女骆昭宁，长乐郡主封号，见过知府大人。骆昭宁，有人告你以办学为名，聚敛钱财，欺压百姓，强占民田，你可认罪？民女不认，请知府大人让告状之人当堂对质。顾成远，你说有人证，现在可以带上来了。大人，小人叫赵三，崇文学堂强占了小人的田地，害得小人无家可归。大人，小人叫王武，郡主逼迫小人捐钱，小人不敢不捐啊。胡说八道，他们撒谎。肃静！骆昭宁，你可有话要说？知府大人，民女有2个问题想问这2位证人。准。你说学堂占了你的田地，请问你的田地在何处？多大面积？何时被占？可有证人？在城外。城外何处？大人，这是学堂的地契，盖有朔北都尉府的大印。这块地原是官地，周都尉划破给学堂使用的。请问赵三，你的私田如何变成了官地？你说我逼迫你捐钱，请问你捐了多少？何时捐的？可有收据？大人，这是学堂的账目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据可查。学堂从未向任何百姓摊派过捐银，请王武指认，你的名字在哪一页？2位，你们若想诬告本郡主，也该先把功课做足。就凭你们这点本事，也敢在公堂上信口雌黄？大人，民女怀疑这2人是受人指使诬告民女，请大人明察。赵三、王五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公堂上做伪证，还不从实招来！大人饶命，小人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给了小人银子，让小人这么说的。谁给了你银子？是顾公子，是顾公子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让小人来作证说郡主强占了小人的田地。大人，小人也是收了顾公子的银子。顾公子说，只要来作证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原来是诬告，顾公子也太不要脸了！自己抛弃了郡主，还要来害郡主，真是禽兽不如！你们胡说！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们银子？你们是在诬陷我！顾成远，你为了害我，不惜收买证人做伪证，你可知道，诬告和做伪证都是重罪。你凭什么说是我做的？是吗？那请问顾公子，你为何会出现在朔北？你为何会与这2个人接触？你为何会知道他们知道我的事？将赵三、王五收押候审。顾成远，本官现在怀疑你诬告他人，指使他人作伪证，本官要将你暂时收押，待查清事实后再做定夺。我是安远侯府世子，你一个小小知府敢关我？安远侯府世子的冠带已经被圣上革去了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介白身。骆昭宁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快写完了。还拿自己当安远侯世子呢？这都写了几天的信了。郡主，这是证据，详细记录了顾成远欲收买的对象和财物。他倒是下了血本，可惜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人敢收他的东西。朔北的官员都知道郡主是什么样的人，顾成远那点银子，没人看得上。把这些证据呈给王知府，另外派人快马回京，将此事禀告父亲和太后。是。顾成远无耻之尤，令人发指。此等败类，若不严惩，如何服众？革去顾成远所有虚职，永不录用。其罪责交由大理寺按律严惩。革去顾成远所有虚职，永不录用。今天是复审，听说这顾成远还在污蔑郡主，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世子如何狡辩。传犯人顾成远。顾成远，你指使赵三、王五作伪证，诬告骆昭宁，证据确凿，你认不认罪？我不认。骆昭宁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不过是个被退婚的女人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嫁出去！这人疯了，郡主才不需要嫁人，郡主是我们的骄傲。顾成远，我从未想过再嫁。你以为你用退婚羞辱了我，可你知道吗？那是我此生最庆幸的事。我不会知道自己可以活成什么样子，我不会来到朔北，不会办学堂，不会遇见这些孩子，不会做这些真正有意义的事。所以顾成远，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年的绝情，
让我有机会做我自己。此案证据已然分明，实情一目了然，本郡主便不多留了。余下之事，大人依律秉公处置即可。谨遵郡主吩咐，下官自会秉公定案，妥善了结此案。顾成远，诬告他人指使作伪证，罪证确凿，本官判你杖50，流放3000里，即刻执行。不，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你们这是串通一气害我！上诉？圣上已经下旨，你还有什么好上诉的？本官劝你识相些，免得罪加一等。骆昭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害了我全家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大胆！公堂之上咆哮辱骂郡主，再加杖20，来人，行刑！救命！我认罪，别打了！求求你，饶了我！流放3000里，即刻启程，押出去。让他诬陷郡主，流放都是轻的，这种人就该一直关在牢里。呸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郡主，您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可是他差点害死您啊！是啊，但你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嫉妒、怨恨、不甘，这些东西已经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。郡主，那咱们回府吗？回去吧。郡主终于可以好好歇歇。老爷，朔北来了消息，少爷他在朔北犯了事，被流放充军了。老爷啊，您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有我的儿啊，你睁眼看看娘！程远，我的孙儿还在边关，去把程远找回来，让他回来见他爹最后一面啊！费尽心机嫁入侯府，以为从此飞上枝头，可到头来，顾程远被流放，顾家败落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姨娘，我们怎么办？收拾东西，走吧。姨娘，我们去哪儿？奴婢从小被卖进府里，已经没有家了。去哪儿都行，反正不是这里。可是姨娘，我们2个女人身上又没有多少盘缠。别怕，有我在。郡主，快来看，又来了好多学生，咱们院子要装不下了。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当初我们只有30个孩子，现在200多个了。先生，我们今天有学生啊！先生上次教的诗我全会背了。今天我们学《论语》，教你们怎么做人。爹，我看到先生了。昭宁，你做的比爹好。爹这辈子带兵打仗，守的是疆土；你教这些孩子读书明理，守的却是人心。爹，女儿不过是循着您的教诲行事，做人在世当有一身傲骨与气节。你看看，这都是你挣下的。女儿也只不过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这就够了。人这一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最大的成功。你比爹有出息多了，爹一辈子就想当个将军，你想坚守的道义，想做成的事业，可比为父难多了。10年前，我来到这片土地，从零开始；10年后，我拥有了这座书院。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我最宝贵的收获不是这座书院，而是这10年来，我学会了如何做自己。我曾经也经历过低谷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的人生会就此停步，但我不信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来书写，由我自己来定义。今天，我想对所有的人说，不论你是男是女，不论你出身贵贱，你的人生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不要让别人定义你，不要让别人决定你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去读书，去习武，去学你想学的任何东西，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长乐先生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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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